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张召忠说，我是张召忠啊。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这个百年系列啊，这个百年汽车、百年航母、百年潜艇、百年飞机，哈哈，百年坦克。为什么要讲这个系列呢？因为我就感觉呢，现在有很多的武器装备，它经过了100年的沉淀，100年的发展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应该去追溯一下，看看哪些东西经过100年以来有些什么样的传承，尤其是在军民融合这方面啊，这个做的比较好。梳理了半天呢，好像这个100年还大而不倒的，好像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企业比较多，美国的装备比较多。你说现在这一期我给大家讲这个百年飞机。百年飞机，我说选个啥角度呢？啊，就说那现在岁数最大的飞机是谁呀？啊，就排了排，现在岁数最大飞机就 B-52 跟我同岁，我都退休2年了。我原来以为 B-52 跟我一块退休呢，让他退他不退，说改装修理说还能服役啊，说还服役多少年啊？说再服役30年。服役到90岁，啊，这个服役期啊，这个飞机是15年，如果经过改装以后呢，可以再延长10年，那也是25年。所以一架飞机能服役90年，这个是绝无仅有的。说谁造的这东西？波音公司啊，那波音公司的100年老店啊，世界上最牛的公司啊。所以说这个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就从这个飞机啊，谁造的，波音公司造的，给大家唠叨这个波音公司的一些事儿，我感觉挺好。你说讲百年飞机，你总得有个依托吧？啊，咱们就依托这个波音公司给大家说说。波音公司一说起来，大家都很清楚了，天天坐飞机，波音737、波音747啊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但是波音公司它很重要的还有一些军用飞机的型号。现在美国航空母舰这个主战飞机 F/A-18现在是 EF， 原来是装的 A、B、C、D 啊。就大家说为什么这个飞机还后边跟一些 A、B、C、D 呢？啊，你像这个B-52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， 现在是 H 在服役的那8个型号，每一个符号代表一次改装，一次改装就花不少钱啊，更新电子设备啊，更新武器装备啊，就花很多。所以波音公司搞了不少的作战飞机、军用飞机啊，直升机它也搞，阿帕奇。空军1号，美国总统坐的飞机就他搞。讲到这个空军1号呢，去年12月特朗普这个竞选上总统之后，就表示啊，说这个现在你们正在弄那个空军1号啊，这太贵了，都超过40亿美元，40亿美元买一个，我那个飞机那才多少钱买的？你们这个怎么搞这么贵啊？再这么贵，我取消了这个订单，不买你们的了。波音公司听了以后吓坏了，吓坏以后就开始跟总统来忽悠啊，有一高级副总裁就开始跟总统解释，哎呀，说是总统先生，我们注意到你对我们这个啊这个空军1号正在进行生产的这个有点意见啊，那现在是第1架，现在正在生产，是专门为你研制的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考虑降价，态度特别好，特别诚恳，跟总统来汇报。你看我们现在弄这不都是给你用的吗？对不对？多花钱是为了让你坐着舒服啊，结果特朗普一高兴说：“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是副总裁啊？说到我这儿来吧，当国防部副部长吧。”啊，美国它有这个传统。以前我给大家说过，那凯迪拉克，包括雪佛兰那些啊，对不对？原来那汽车厂老总裁弄就当个副部长，弄就当个国防部长，所以波音公司人就搞得比较好。
波音呢，今年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，说要进军中国，这是海外的第一家波音的组装厂，说在舟山，浙江舟山要开厂，3月份开工了，明年就要生产飞机了，一年交付多少100架飞机，哇，这是真厉害！原来在中国生产个翅膀啊，什么零配件呀什么的，现在组装厂要弄到舟山来，啊，所以说美国人聪明，他现在这个预测。说是2015年的时候，他测算中国的这个航空的客运量将近5亿人次，按照这个发展，到2024年的时候10亿人次翻一番，所以将来的这个波音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也是越来越紧密。我们讲100年航母，这个讲的这个公司，它肯定是100年以上的，否则它不够100年，我们也不好说它。啊，波音公司呢，原来是创建人叫威廉·爱德华·波音，他是1916年，你看1916年创办的，到现在正好100年多一点，啊，原来不叫这个名，原来叫什么太平洋航空制品公司，1917年改名波音公司，正好100年啊。最早呢，这个波音公司也是搞军用飞机的。啊，军用飞机开始搞这个驱逐机 P-26， 以后慢慢生产轰炸机。轰炸机型号很多 ，B-17、B-29、B-52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还有呢 KC-135空中加油机啊，还有大家熟悉的E-3这个空中预警机啊。商用飞机这一块的话呢，它生产了波音的247啊，这个民用客机啊，民用客机。从1938年开始，波音开始生产波音307这个飞机呢。这个飞机以前呢，好多客机啊，它没有这个增压系统，所以坐飞机很不舒服啊。这个从1938年开始呢，有了这个客舱增压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感觉很舒服啊。1957年开始呢，搞这空中加油机和这个波音707这2款飞机，等于波音公司就开始发了。所以一个公司有1-2个好产品就能带上去。当时美国就订了1000架，所以一家就把这个公司给搞活了啊。以后慢慢发展这个波音各种的波音客机，像波音717啊、波音727啊、波音787啊、波音747，大家最熟悉了。啊，是大型的、远程的、宽体的、舒适型的、豪华型的客机，楼上楼下，楼上楼下。这个以前是最大的了，自从2008年以后有了 A380以后，它也不算最大的了啊。这个在这个波音747基础上，美国搞了空军1号，就总统的专机啊，总统的专机，就为了扩大它的军用飞机的市场啊，他把这个。麦道公司给兼并了，1997年兼并了麦道公司。麦道公司原来是搞 F4鬼怪呀、F15啊、C17啊，这军用运输机啊，搞这些玩意儿的啊。这个现在全球的民用飞机，波音占到了13000架，就是在空中飞行，每天波音公司占全球这个客运量、航空客运量飞机的75%。啊，基本上就独霸天下了这一块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《进击的局座悄悄话》啊。很多网友说，哎呀，我们都买到了啊，我们都买到了。这个书说是新书呢，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，4-5个月了，去年11月份开始出版的。这个我是第一次出这种畅销书，从开始写作一直到出版，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。这个长江文艺出版社呢，这个书他们告诉我上市三个多礼拜嘛，就卖了10几万册啊，这超过10万册都是非常畅销的书了。但是呢，有些朋友说啊，张老师，我们这个地方偏远买不到啊，这个哪儿这个地方能买到？不断的跟我们说，你就到我们这个局座昭忠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，军培会商城就可以买啊，我们这还有优惠，
这个你就在家等着，就能给你送到家，好吧？订购晋级的去做，悄悄话，谢谢你。1903年呢，当时1903年12月17号，这个载入史册的是莱特兄弟第一次飞天，叫飞行者1号这个飞了不到1分钟260米，但是那是第一次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正式飞行。什么叫重于空气呢？以前都是气球，氢气球这个氢气球里头充的气呢，比这个空气要轻，所以说它能够上升这个你比方说，直到1911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德国还是齐柏林飞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美国1903年，莱特兄弟就开始弄出飞机来了。说莱特兄弟是干啥？什么学历？什么博士博士后什么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没认几个字这个不认几个字。这哥俩呢，就是一个自行车的一个修理工，骑着自行车从那个坡上往下下坡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像飞起来一样就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也是，有时候穿着那个底靴凉的衬衫，把扣子解开，从那个山坡上往下去，哗家伙那个衣服散开以后，就感觉像飞翔的感觉。莱特兄弟他说，我这个能不能自己做一个这样类似自行车那样能够飞起来？俩人你看，所以有时候发明创造，美国好多发明创造都在那个车库里边弄出来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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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动手能力，有一个很好的想法，再就是有动手能力，还要有勇敢的精神，能开拓你老学书本上的知识，没有动手能力，那个东西是弄不出来。你光有想法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所以说呢，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。有了这个东西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正好是你看1903年嘛，10年之后1914年就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嘛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飞机就开始用上了。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这个军工企业，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搞军民融合呢？你别老一天看着军队订货，军队订货它是爬坡，到了一定程度进入平台期以后，它不订货你就惨了。你这波音公司当时也碰到这个问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20多万架飞机，波音公司大量的生产，日夜加班，24小时3班倒。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，说军队一架飞机都不订了，打完仗了还要这个干啥呢？那波音公司突然就没有经费来源了，那养着这么好几万人，这怎么弄？要吃要喝人吃马喂，这怎么弄啊？所以这个波音公司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一方面搞民品，一方面专门抽出一批人来研制新的飞机。所以说人家这点好，坚持有企业精神，坚持把一些的核心的技术就预测到未来会军用飞机往哪个方向发展，民用飞机往哪个方向发展，这些技术团队一直在进行创新结果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1939年嘛，欧洲战场爆发以后，美国太平洋这块是1941年嘛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一下就大批量的需求二战全世界生产了100多万架美英占到40多万架苏联和德国各是11万架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产量，你平常没有技术储备，没有工厂，没有生产线，没有这个维持，战争突然这么几十万架的动员，你怎么来得及来不及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这个波音公司在这一点做得很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二战爆发以后呢，这个波音公司就开始申请生产更大型的飞机1941年5月，这个时候美国还是有远见的。欧洲战场战争爆发了，爆发以后呢，这个美国当时还没有空军呢美国空军是1947年才成立，当时叫美国陆军航空队就当时提出需求，说这个欧洲战场德国、意大利、法西斯打起来了，说亚洲方向呢，日本也是个潜在敌人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日本有可能对美国挑起战争，所以作为美国来讲呢，
这个空中力量必须要研制一型新的更大的飞机，所以就提出了这个B-29啊这个飞机的一个作战需求，就给这个波音公司下了一个任务啊，就是说你们要研制这个飞机，订购了250架。这个飞机呢是螺旋桨的啊，是一个重型的战略轰炸机，就42年首飞。正好研制差不多了以后，1941年12月7号，这个日本投袭珍珠港，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。爆发以后，工厂又开始日夜加班，在那弄，就开始搞这个。整个的这个二战期间呢，这个飞机B-29就超级空中堡垒啊，等于1944年才服役啊，这个一架还订购了4000多架，这个型号的飞机等于就挽救了美国，真正是给日本送终的，迫使日本投降的就是这个 B-29。这 B-29二战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儿？你比方说吧，这个轰炸太多了。1945年3月9号，就是这一天晚上334架这个 B-29空袭东京，一色的 B-29啊。所到之处夷为平地啊！当天晚上84000人死亡，100万人无家可归啊！自己的损失很小，就损失了14架啊，多厉害啊！经常性的400架、500架飞机编队 B-29，哗，这黑压压的就出现在东京上空，连续的空袭横扫东京。东京轰炸完了以后，其他城市一个月投弹10几万吨。啊，40多万日本人死亡，900多万人流离失所啊！到了最后实在是没得炸了，把城市全炸平了，最后就开始布雷啊，就是这个封锁海上通道啊，出去的日本舰艇回不来，家里边的这个舰艇出不去啊，B-29就干这个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军用飞机啊和这个民用飞机都在发展。啊，这个民用飞机这一块呢，波音公司搞得比较成功的是波音787梦幻客机啊。这个梦幻客机呢，就是我老坐飞机出去啊，这个有时候飞广州啊，飞上海啊，我就喜欢坐这个飞机啊，因为有好多飞机型你可以查出来啊，就坐这个飞机。坐这个飞机每次上去之后啊，这个我就是到处摸摸，到处看看，有时候上厕所以后半天不出来啊。我就到处看哪儿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复合材料啊，都是复合材料。这上边弄出来的这个高科技，然后使用在军用飞机上啊。现在军用飞机型号它整很多了，现在比较有名的 X-37B 就无人的太空飞机，就是航天飞机退役了。航天飞机退役后呢，就是波音开始搞无人的这个空天这个飞行器。啊，2014年10月27号把这个 X-37B 给弄天上去了，飞到现在，飞到这个3月25号，2017年的3月25号，一共在太空飞了675天，现在还在绝密飞行呢。它到底在那干啥了？传回什么东西来了？为什么要飞呀？对不对？试验什么东西呢？上去的时候飞机投放，或者是火箭给推上去，它下来的时候自己在那个飞机跑道上自己着陆，一共才3.5吨，总空重才3.5吨，载重5吨，就这么小个东西，没有人儿。你上去以后一弄两年半了，到现在啊，你这干啥去了？一点音信全无，全是绝密的。说将来战斗机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？啊，多快的速度呢？25马赫，这根本就不到1个小时就打遍全球。啊，25马赫得了吗？现在最快的战斗机也就是2马赫、3马赫啊，它25马赫比现在的战斗机要快10倍啊！你说这太牛了，这到底波音现在这个技术到什么程度啊？我就怀疑呢，他现在是不是跟外星人勾连上了啊？说这老是这个航天飞机飞这个啊。这个是不是弄点什么外星人的高科技来了啊？怎么造的这个 X-37B 这个上面是将来是究竟跟外太空有什么关系？搞不清楚
所以说波音公司一个100年老店啊，弄出来这么多东西啊，这 B29啊，B47啊，B52啊，现在又搞一个 S37B 啊，什么波音787啊，波音747啊，波音737啊，你看看很牛啊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个100年飞机，我们从波音这100年走过的路来切入啊，给大家讲了讲100年飞机的发展，好吧？今天节目就这些，下期节目再见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《进击的局座悄悄话》啊，很多网友说，哎呀，我们都买到了啊，我们都买到了。这个书说是新书呢，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，4、5个月了，去年11月份开始出版的。这个我是第一次出这种畅销书，从开始写作一直到出版，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。这个长江文艺出版社呢，这个书他们告诉我上市三个多礼拜嘛，就卖了10几万册啊，这超过10万册都是非常畅销的书了。但是呢，有些朋友说啊，张老师，我们这个地方偏远买不到啊，这个哪儿的地方能买到？不断的跟我们说，你就到我们这个局座招中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，军品会商城就可以买啊，我们这还有优惠，这个你只在家等着就能给你送到家，好吧？订购进击的局座悄悄话，谢谢你。